友谊赛诶，而且智利在这届没有获得参加的资格。结果上半场还没踢完，葡萄牙边锋 Rafa Leao 一巴掌就往对方脸上招呼下去，两队人立刻挤成一团。裁判拨开一看，两张红牌，一人一张。热身热到互送红牌，这场到底在气什么？其实在那一巴掌之前，这场闷到不行，葡萄牙照常控好控满，智利全员退守在自家半场，上半场0-0。真正的高潮反而是在上半场已经进入加时的那次冲突。来，把那1分钟慢动作重播一次。导火线其实不在雷奥，案发现场在左路底线，智利的右后卫先对葡萄牙边后卫坎塞洛使用剪刀脚，两个人呛了起来。接着智利中后卫 Roman 冲过来，朝坎塞洛胸口推了一把。站在旁边的利奥一看队友被推，二话不说上前理论，反手连推了 Roman 好几下。接着两个明明不是事主的人开始纠缠在一起，让事情变得难上加难。结果雷奥一记火云掌，把对方直接击倒在地。然后意大利籍主裁判朝人群走了过来，红牌直接亮2张。Leo Roman 一人一张，比分还挂在0-0。下半场开始，两边都只剩10个人踢。葡萄牙总教练 Martinez 投了颗变化球，直接把队长 C 罗收起来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，换上来的 Guedes 反手就破门。75分钟 B 费再补一刀，2-0。智利补时靠 Cepeda 讨回一球，2-1收场。但这比分啊，过几天就没人记得了，大家记得的只有那一巴掌。先讲大家最想问的，这张红牌会不会害利奥缺席世界杯开幕战？这题的答案比想象中复杂一点。一般来说，友谊赛的停赛不会自动带进世界杯正赛，但利奥这张是暴力行为吃的。这种情况不一样 ，FIFA 纪律委员会是有权把禁赛延伸到正式比赛的。目前最可能的版本是只罚1场，刚好抵在下一场6月11号凌晨对奈及利亚那场热身赛，那他6月18号凌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开幕战就能上。但话讲前面 ，FIFA 还没正式宣判，这事还没定案。真正会让 Martinez 头痛一整届的是另一个问题 ：C 罗。这场他中场被换下，葡萄牙照样赢，但这不代表答案就是不要他。两边其实都成立，难就难在这里。有他，41岁，还是国家队史上头号射手，禁区的终结、对防线的牵制都还在。他自己说的，他站在场上会吸走2名防守球员，帮队友腾出空间，而且他是整支队的精神支柱。代价是他会压缩葡萄牙最吃饭的那套压迫和快速转换。没有他，球队跑得更开，压得更凶。3月没有 C 罗的那2场，葡萄牙逼平墨西哥2-0赢美国。代价是，只要 C 罗没上的那一场，葡萄牙的表现不好，舆论的放大镜马上跟上。留他要付代价，不留也要付代价。这道题不会自己消失，他会一路跟着 Martinez 走进淘汰赛。先看葡萄牙这场的先发，总教练摆明是想趁世界杯前的热身赛，看看这些板凳深度到底顶不顶得住。问题是，这场练兵从45+2就报废了，2张红牌10打10，剩下大半场两边都残缺，他根本看不出主力阵容真正的样子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就算大轮换又少1个人，葡萄牙照样控球6成出头，轰了18脚，2-1收下。阵容深度是够，但这场想验的东西全被那一巴掌打掉了。赛前就只剩对奈及利亚最后一场热身赛，能不能补回来，得看那场了。所以这一巴掌吵的真的不只是情绪，一场本来要帮总教练测阵容、找答案的热身赛，最后反而留下更大的问号。世界杯前的火药味已经点燃了，剩下的就看总教练在正式比赛里怎么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掉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一场比赛看懂一整支球队的角度，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